Welcome！ 今天任务是阿姆斯特丹。从一座小小渔村晋升为黄金时代最重要的世界贸易中心，历经时光流转，阿姆斯特丹至今仍是一座拥有浪漫运河、冒险灵魂与拥抱自由的迷人城市。我在阿姆斯特丹了，坐了一整天的飞机终于抵达。然后今天呢是我旅行的第77天，也是我这趟旅行的最后一个国家。终于，然后我这次呢会在这边待5天，然后我现在要去跟秋秋还有嘉欣见面，所以我这次不是一个人了。Let's go！ 船上的小房子。然后他们在路上都骑着脚踏车。我现在要去找秋秋和嘉欣，然后他们竟然跟我约在 coffee shop。我还以为你们在里面嘞。没有啊，刚好在中国里面。全员到齐，开始阿姆斯特丹之旅。来到中国城的感觉吗？都是中文字。永春堂。来吃一家港式料理。因为时间不早了，快速经过红灯区，再来去做重要的事。但因为怕被黄标，所以这会放在下一支影片，记得从频道点进去看。这个天空也太美了吧！而且现在是10点钟哎，现在晚上10点钟哦，天还这么亮。其实越往北边的城市，在越夏天的时候，天都很晚才暗。呼爽爽，开心坐公车回饭店。旅程开始喽，我们吃的是。隔天早上体验了松露之旅，同样会放在另一支影片。结束旅程后，傍晚出门觅食。接着在运河边走走，拍拍美照，享受舒服的阿姆斯特丹。然后吸收小知识。房子的前侧都有点倾斜。顶楼外墙还有设置挂钩，是为了从窗户把大型家具掉进屋子里。这些墙上的铁片，则是为了固定墙体的结构，避免倒塌。你们有看到有人在河边玩水吗？你看，他们在这边游泳。经过排队冰淇淋店，也买一个来吃。接着去超市买零食，因为我们又要去享受了。Lost in Amsterdam。第3天一早，我们要出去玩啦！先搭乘火车，再转乘巴士。抵达，我们搭了2个半小时，从阿姆斯特丹来到羊角村了。然后今天超幸运，今天天气超好。对，要坐船喽，上船了。我们现在要去绕羊角村一圈嘛。整趟运河巡礼约1个小时，全程有导览讲解，穿梭在芦苇小屋和古朴的小桥之间。司机船长超厉害的，他德文跟英文交换在讲解。因为我们这团几乎都是德国人，只有我们是3个台湾人。羊角村的由来是因为当时的移民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羊角，据说是早年一场洪水造成。后来当地人为了挖掘泥炭，挖出了许多坑洞，久而久之，坑洞积水，就形成了今天的湖泊和运河。游出来湖面了，因为我们刚刚都在人家渠道里面，就是家家户户都在旁边，然后现在出来这是一大湖，出来湖这边坐蛮舒服的，有凉风吹过来，然后景致更广阔了。又看到天鹅在翘屁屁了，那我们要下去吃东西，屁屁呀呀，一家人。
我们差不多1个小时游完船了。然后游船的话，它就是带我们逛羊角村一圈，然后看整个这边的家家户户啊。然后这边很酷的地方是，因为这边很多渠道水渠，所以家家户户如果要出门的话，可能是坐船，不然就是要走很远的路才会到陆地上开车这样。没错，他说大概是400公尺，对，差不多走400公尺你才可以开到车。车。然后因为这边很多水渠，所以这边也被称为北方威尼斯，还有荷兰威尼斯。刚才有一个地方还蛮酷的，就是它中间有一个 pontoon， 那应该翻译成中文应该就是类似像广场的地方。那它上面其实是有餐厅的，然后所以他就说通常他们那边其实是可以放音乐，那它其实周边其实都是一些度假小屋，你就可以开着你的船，然后到餐厅附近这样围成一圈，在湖上听音乐会。就是还蛮酷的，就是你不是坐在是开船过去，对，然后再坐在船上，对，坐在船上，你就待在你的船趴好就可以，就是听音乐会，就是还蛮酷的。现在经过这个是市政厅，游完河，然后来吃东西。这边东西有一点贵，所以你们记得要自己买一些东西来吃。然后我们来到一家冰淇淋店，它这边有卖一些简单的炸食、素食的东西。好啦，吃饭。吃饱饭后，就用走路的方式享受羊角村的悠闲时光。这种芦苇草的房子啊，是他们这边的特色。呀呀！耶，荷兰的木屐鞋。还记得这些杯垫吗？我在土耳其看到一模一样的。然后这边是荷兰。好啦，我们羊角村快闪结束。然后我们这次呢是买官网的票，就是有加火车和巴士还有游船，总共是50欧。但是我们刚刚遇到台湾团，然后他们说，如果你4个人的话，买团体票更便宜，一个人来回车票只要19欧。然后他们又自己开船，他们去租船，然后一个人2个小时，差不多18也是18欧，所以加起来比我们的50欧还便宜。重点是价格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风景，那边真的超美的，就是感觉在童话故事里吧。然后但是重点是你们一定要先看天气，因为天气好的话才会哇哦，如果天气不好的话。又下雨，就下次再来。没办法做，对，就下次再来，真的很美，值得。然后强烈推荐可以就是自己开船，那还蛮有趣的。没错，有点可惜这次没有自己开到船，那就下次再来吧。坐车回机场喽。那我们回来机场了，然后呢，你们可以猜猜看现在几点？今天是6月21号，今天是夏至，所以今天是太阳在日照北半球最长的一天。今天大概10点才会下山了。第4天一样先坐车到市区。如果你们在荷兰买饮料或有罐子的话，塑胶罐可以拿来这个回收桶回收，而且可以拿到钱哦。我们现在已经回收1.25欧了。就记得全部要留起来，超酷的。我们总共花了1.7欧，然后就会拿这个单子出来给你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柜台换钱了。开始今天旅程吧，市场觅食。要快速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呢，最快的方式就是到当地的市场。我们现在的市场叫做 Albert Street， 然后这边呢有很多吃的，你要找荷兰的在地美食啊，或者是逛一些蔬菜啊、衣服啊，就是来这边一样是什么都有，有吃的，有穿的。买了第一个 gluten free 的布朗尼，买完布朗尼之后来买咖啡。他们也有这种画卡通的耶。你要吃鱼吗？这里。好啊。我们来尝试荷兰的在地传统小吃吗？这是 Haring， 叫做飞鱼，一个鱼在一个非凡的飞鱼，不是那个飞鱼。对。
然后它是生的，很酷，这样直接放冷冻库里面就拿出来，然后切掉之后加 onion 洋葱还有 pickles， 所以这是生的东西耶。其实我不太敢吃生鱼片，所以我不知道我敢不敢吃这个，那试试看，这样。还行，就它有加 onion 就不会那么腥了，还不错的感觉。还是因为我现在太饿，所以什么东西都好吃，还不错不错。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就有点太腥了。换你，我觉得很好吃哎，跟上次你之前比起来呢？上次有点害怕，我今天吃觉得很好吃哎。下一道来了，因为其实荷兰蛮有名的是炸物，然后我点的是炸鳕鱼，也是同一间，而且这好便宜哦，炸鳕鱼才5欧，然后这个生飞鱼才3欧而已。吃吃看鳕鱼，有点烫，香哎，而且看起来很酥，而且感觉蛮新鲜的。Fish and chips 的 chips， 的 fish， 一样的东西。太好吃，秋又来买一个了。耶！好了，吃饱，这家超好吃的鳕鱼还有飞鱼，记得笔记在转角这家。好多这种衣服哦，很像中东的感觉。一颗橘子。美食第2站，这个呢，它很有名，叫做荷兰的杯盖饼。通常是卖一小块一小块，然后放在杯盖上面，可以让它融化再吃。那这个呢是超大一片，叫做 Droop's Waffles， 我来吃吃看。它刚刚超酷的哦，它直接把一个东西，然后放在上面，很像鸡蛋糕那种，然后把它压下去，然后变热之后再把它拿起来，把里面裹那个像蜂蜜的东西嘛，然后就变成这样，试试看。我觉得口感比较像就是 waffle 而已，软软的，因为它是刚刚烤肉才烤起来，所以还是热热的、软软的。我觉得那种杯盖饼比较好吃哎，比较脆，比较脆，然后里面的那个黏的东西也比较粘稠，找排队的店就对了。好啦，这样 market 就差不多逛完了，而且我觉得我蛮喜欢这边的，因为就是当地的市场，就什么都有，而且旁边还有一些古着店啊，然后咖啡厅啊，就走在路上还蛮舒服的。今天天气也不会很凉，也不会太热，舒舒服服。我们刚逛完市场之后，如果还要更深入了解荷兰的美食呢，基本上这边就是很多异国料理。对，所以我们来吃拉面店。有没有发现我们2访这家店了？完食好吃的拉面店，它其实还有另外一家乌龙面就在旁边，然后这家蛮常会排队的，所以记得提早来吃。又来吃冰淇淋。他们都说 Z， 都不说 M。对。吃饱饭来走走逛街，然后我们现在走在一条蛮热闹的街道上，然后这家蛮多那种潮流的店，然后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很多都在特价整个全部都是 sale。今天6月22号还是23号，然后走出来有一个中间，我们前面现在是 Dam Square， 这边有个大广场，周遭也都是可以逛街的地方，可以好好来这边 shopping。好了，这边就是广场了，蛮漂亮的，可以看四周的建筑。我们来晃一圈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后面的建筑蛮美的，而且后面有人吹萨克斯风，如何？很不错。哦，好酷哦！但是哦，那个什么杜莎夫人蜡像馆，这栋是阿姆斯特丹王宫和新教堂。左前方这条是达姆拉克大街，往前走就是中央车站。路上有一家有名的尿尿小童薯条，但每次经过都是大排长龙。我们就往了一个方向走吧。
过了 Dam Square 之后走过来，我们现在往红灯区的地方走。然后这边蛮热闹的，很多餐厅啊，然后感觉是年轻人的地方，观光客的地方。观光客的地方。这边蛮热闹的，有蛮多餐厅，还有中餐厅、中国超市啊这些的，都在这附近。当然，我们来到红灯区了，这是我们文化体验的重点。我们要来干嘛呢？我们要来看秀。但是因为我们都还没有预约，我们现在就直接去现场看看有没有卖票。但是现场呢，完全不能拍照或录影，就等我们的心得吧。台湾。现在9点半，我们看完秀出来了，然后结果外面排一堆人，所以我们早点进去算是正确的选择。然后整场秀其实出乎我意料，我以为它是就是一场秀9点开始，然后演，结果不是，它是一直连续 non-stop 的秀，就是你一进去就开始会大概10到15分钟一小段演出，然后这些小演出就会一直持续，所以你随时想要进去或者随时想要出来都可以。那整体来讲呢，你觉得？我觉得值得去。反正就是真人秀在你面前表演出来。然后我觉得，但是相对于夜店的话，我觉得夜店的舞者跳起来比较好看。就是如果你想要看热舞那种的话，比较起来热舞的夜店会比较好看啦。它这种秀就是给你一种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所以我体验过了。你还有什么其他心得吗？好有趣的文化体验。这边就是红灯区，但是现在已经晚上9点40分了，天色还这么早。那如果真的是晚上的话，就像秋上次来的时候，整个是黑的嘛，然后红灯的感觉就是更亮了。然后橱窗里面有很多工作者，但是不知道是现在是末路的关系吗？现在橱窗都是关着，或很多上面写 rooms to rent。反正就是出租出去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，没有好好体验到橱窗女郎的感觉，但是有看到秀了，满足。也过完快乐的一天。阿姆斯特丹最后一天了，同样要坐火车到市区。我们继续来探索荷兰的美食。荷兰有一个美食呢，叫做松饼，算是 Dutch 的 pancake。然后我们来到一家 The Happy Pig， 这边有做 gluten free 的。然后我今天点的是 cheese 加 ham， 然后外面是松饼皮，但是吃起来超像台湾的早餐的，这种怀念的味道。这样，它 cheese 在里面，然后融化之后跟 ham 还有饼皮连在一起哦。好享受哦！好啦，那吃饱饭的话，你就可以来运河边走走逛逛，欣赏风景，看河旁边的房子。他们的房子算蛮特别的，一个一个都很细，很像牛奶罐放在那边叠起来的感觉。因为17世纪时政府课征房屋税，是以房宽来课税，人们为了避税，就盖得越来越窄啦。这是可以出租的汽车，超酷的。最后回饭店拿行李，就要结束这趟旅行啦。但结束前，简单介绍住宿和交通。我们这次3个人来嘛，所以我们想要住单独的房间。然后一开始在找饭店的时候，我们看市区的价格啊，爆炸贵。然后后来有朋友才跟我们讲说，其实住机场附近就可以了，价格是市区的1半，直接1半不夸张。而且我们2个月前就看好饭店咯，价格还是一样这么高。其实住在机场附近蛮方便的，有公车397，大概半个小时就会抵达市区。然后如果你要去机场的话，也很方便。那这里交通的部分呢，交通也是非常的方便，你只要有一张信用卡或是 Apple Pay， 直接逼就可以了。不管是坐火车、电车、巴士都一样，记得上下车都要刷。饭店也都有接驳车，可以直接到机场。回到机场要结束阿姆斯特丹之旅了。有没有觉得我这趟好像放超松了，没干什么事情？因为毕竟有人嘛，我们也没有说好要去哪一个景点，我们就真的是想干嘛就干嘛。而且这次的目的真的是洗草、吃松露加看秀。毕竟今天是我旅行第81天了，我就是想好好的放松，而且只有荷兰才能做这种事情，就好好的尽情享受。好啦，那等一下呢，我要等夜间巴士，我要回伦敦了。终于超累的，
那很多人其实在问说夜间巴士到底是什么样的形式，所以我就会拍成下一集，就敬请期待吧。那我要回伦敦喽 ，This is alive， 拜拜。这边有卖大麻蛋糕，我要尝试这边的文化了。我觉得我头很晕，就是提供你一个场所，让你可以去呼吸。它吃起来的感觉副作用而已，就是头晕，想